在这颗星球上，无数的文明更迭，人类的每个文明都不断在物质与精神上发展、提升和轮回，一次次的毁灭，一次次的重建。有的人迷失在物质世界，有些人选择探索真理。尽管真理难寻，修行的路充满陷阱与诱惑，让人失去方向。但有些灵性修炼与修行的精髓，如琥珀般被保留了下来。他们在这场大游戏中，在各个文明中，在各个朝代中，因着机缘而出现，也因着各种条件而消失，等待再次的出现。这些教导总是超出与突破当朝人们的制约以及既定的思想，故对于人们而言总是难以理解的神秘。欢迎来到琥珀神秘学院。大家好，这里是琥珀神秘学院，我是阿吴。这一堂课让我们来继续谈谈 Kundalini 昆达里尼，在其他文化则称为拙火、灵能、灵蛇、圣灵、气、恩典或天启。很多修行者会认为这个叫昆什么的东西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他既感受不到，听起来又很玄幻。传统修空法的佛家子弟或道家师子师兄则会觉得他们修静定就好，清心寡欲、安静祥和的念念经、参参禅就好。什么能量魔法，什么灵蛇之力，什么女神传说，什么大地之母还是太初之母，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听起来很像异教徒，很像魔教、邪教的感觉，怪可怕的。这是很大一部分修行人的想法。这些人通常是在现今传统佛道系统文化的人们，或以往都是走比较正统、传统宗教路线的修行者。这在东方华人世界比较普遍，因为东方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在宗教或灵性修行，不管方法观念正不正确，多是走的定、悟空的路线。西方不管是文化还是宗教，是偏向能量魔法，或多从外在形式的研究着手，在接受灵能的观念上相对就可以接受些。所以当我们讲到昆达里尼、拙火时，偏向得定、悟空系统的修行人就不知道阿吴到底在说什么了，甚至斥谓邪魔外道了。这是因为人们的生长文化地区性属性偏向局限的关系。其实甚至是连西方现代主流的传统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也都是昆达里尼的许多象征和感觉为撒旦恶魔。这是有其宗教发展的历史因素，在西方宗教组织越发展越强大，吸引了众多的信徒。众多的信徒就意味着拥有更多的权力与财力。于是，为了管理并控制这些信徒，宗教组织当然会发展出一套控制的系统。当然，这早已与最初这个宗教的创立宗旨与精神完全不同。甚至是刚好相反，这些宗教组织的最高层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会开始颁发所谓神的规定、神的戒律来控管底下的羊群。他们也会修改原本遗留下来的经典，把内容篡改，符合他们的控制系统。信徒们拿着已经被修改的经典，每日背诵，时时翻阅，而没有自己用头脑思辨与怀疑的余地。这对于信徒的日常生活而言，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大家还是每天吃饭、工作、睡觉。但对于他们在生生世世生命长河的灵性进展而言，就会是很久的停滞。这世上的正与邪、单纯与操纵，其实和一般社会大众的认知是有落差的。这是因为多数人们只专注在日常的工作赚钱生活，对于灵性或宗教领域总是过于偷懒。对于那些所谓神的代表或大师讲的话，一概吸收与相信，不自己多闻多看，多独立思考、思辨，多实际用自己身心去练习，也就是闻、思、修，就盲目的信从或是恐惧的信从。
多数人就被一句错误引述的句子宁可信其有给恐吓了。那阿五问你，面对诈骗集团，你怎么不宁可信其有呢？面对诈骗集团，你以宁可信其有的信念就会被骗得家破人亡。你以为面对这场生命灵性游戏，以宁可信其有的态度不会被骗得轮回不止吗？这些权力组织的最高层级，他们的思想、精神与情绪的控制术早已可以写成好几本教科书了。他们擅长以道德来当枷锁，以恐惧作为刑具，以服从作为最高准则。他们打扮漂亮、高贵，常以正义、正派来自居，但他们对信徒的道德要求分裂与切割了生命应该有的美好，而把生命本身视为肮脏的、邪恶的、有罪的，这就是他们看待人类性的方式。即使你不是该宗教的信徒，这样的信念仍然深深烙印在全体人类的意识中，因为这几乎是人类各个宗教的发展史，虽然剧情有点不同，但都大同小异，没什么创意。大家可能觉得虽然有点遗憾，但也觉得没什么，只有少数人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重视。人生就是吃饭睡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你错了，因为你对于此生的活法，对于生命本身的美好，对于灵性的进展的丰盛，已经太过于麻木无感了。这件事其实对人类的灵性进化是一个非常大的阻碍与封锁，远远超过你所意识到的。这在人类的潜意识中设下了一条封印的结界，封印住了灵蛇之力。因为灵蛇之力的唤醒最初是性的能量，只要在修行或是在宗教气氛下，人们一出现性的感觉，心中或许出现罪恶感，或许出现羞愧感，便马上拒绝了这股能量，灵蛇就又会继续沉睡。当人们的拙火觉醒，它会净化和净化人们的身心灵，会开启第三眼，你将看见更多真相。你就会开始识破那些试图控制人们的机制。试问那些权力组织或许多宗教最高层级怎么会放任不管呢？这可是庞大的利益与人们拱手奉上、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能量呢。一个人觉醒后会影响其他人也跟着觉醒，所以这些组织当然会用尽手段来污名化有关昆达里尼的各种知识、观念与各种图案、图腾与象征。这些精妙的手段使多数人觉得昆达里尼的灵能是邪恶的、淫邪的、恶心的、恐怖的、诡异的、令人害怕的。光是一个蛇的象征就可以被污名、被贴标签到不要不要的，何况是太初之母或是性能量这种更会被人轻易做文章的字眼了。当你听了阿吴说这些，当你以为你可以突破这道封印时，你可能又要掉进另一个陷阱或封印了。另一边的陷阱是，社会媒体或是某些流行文化开始鼓吹性的开放与自由。性的自由本身没有什么错，但经过某些包装与行销，却让性沦为上瘾式的生理物质享受。这种鼓吹与倡导让人们迷恋沉迷于物质身体。请注意，这里的关键字与重点是这个字。享受肉体性的愉悦是美好的事，但如果你只会这样享受，而无法再往更深一层的去探索这股能量的来处与伟大，那么在生命的旅程看来是非常可惜的事。那就像你来到了迪士尼大型的游乐场，却只玩门口的溜滑梯，而不相信也不愿意走进去看一看。如果你是家长，好不容易带孩子来迪士尼，却遇到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哭笑不得呢？神是彩色的，而你只知道红色与橘色，这是可惜与令人惋惜的。上一个宗教陷阱是不让你玩好玩的溜滑梯，这个陷阱是让你只玩溜滑梯。第一个是让你对性有罪恶感，第二个是让你只沉迷于性，你不应该选择这两者。但如果你只能选一个，阿吴认为第二个沉迷于性还是比第一个有罪恶感好得多，因为那样至少是真实的生命，而不是虚伪的扭曲，至少是肉体的欢愉，而不是精神的折磨。但修行人不该走向这两条路，而是要急着到达门口的溜滑梯，去探索整个无限的乐园。
那里是神的游乐场，有着女神伟大的嬉戏。那是极乐的世界，也是庄严的，令人崇敬与赞叹。真理如果是一枚硬币，悟空是一面，能量魔法就是另一面。这是我们在琥珀一再提及的观念，传统宗教人士觉得不可触碰，或多方忌讳，极少部分是出于保护修行者的心态，更多的是出于无知。人们对于不清楚的事情或不了解的事情，总是会以恐惧害怕来对应，有恐惧之心就会衍生出攻击与逃避。其实相对于悟空、能量魔法，昆达里尼的能量更是无时无刻都在我们四周，只要你敏感细腻些，就可以感受得到。它是太初之母，也是盖亚大地之母的能量。你不应该害怕它，它就是母亲，就在你体内与体外，无时无刻滋养着你。但你已经忘了它，只要人们过于迷恋头脑思想，是逻辑分析为这宇宙的密码，过分强调物质世界的一切，那么你就是在把自己与宇宙切割出去，自成一个小小的监牢框框，活在里头，以为那就是全世界了。世界那么大，你却坚持只活在大脑里，以至于人们虽然在看，却看不到万物的生命；虽然在听，却听不到宇宙的震动；虽然在感觉，却是冰冷的温度。当你可以渐渐平息头脑的喧嚣，渐渐不再认同这台聪明无比的计算机，你的手铐脚镣就会自动解开，牢房会坍塌。渐渐的，你本身的振动频率开始慢慢接近宇宙的振动，这就是你的邀请。当你把自己准备好了，就是对它的邀请。于是，宇宙忽然与你有了共振。此时，昆达里尼拙火就会在你体内苏醒，从脊椎底沿着人体的中轴前进，直到突破顶轮，连接到宇宙的能量。这就是你与太初之母的脐带，这是一条无形的能量脐带。当灵蛇舞动升起时，你又回到了太初之母的体内，与所有天地能量接通了。这就是昆达里尼的重要性。所以你还要说那个姓昆的跟你没关系吗？不，太有关系了。浪子终于回到了家，此后你时时都可以感受到这份爱。这爱有别于人世间人类的爱，它是全面的、无条件的，不只是灵性与精神的，也包括生理的。这是极乐的奇异恩典。当有多数人提升了，地球也跟着转化；当地球转化了，多数人也跟着提升，这是互为因果的。说了那么多，阿吴是要告诉你，昆达里尼的能量和你太有关系了，比你想象的还与你更加亲密。即使你的拙火还未觉醒，这个宇宙的各种能量此时此刻也都影响着你。昆达里尼太初之母的能量于过去、现在、未来都影响着你，因为万物都是由此诞生的。只是你还尚未与它做连结，浪子还在寻找回家的路。昆达里尼在一些人身上有时会莫名被唤醒，会出现在那些完全没有修行的人身上，或是人们因误打误撞而忽然点起了这火苗，其原因很多，发生的状况也各有不同。若是发生在没有昆达里尼拙火相关文化背景的人们时，就是危险的。灵蛇觉醒通常不会一次全面的爆发，那样的情形比较罕见。通常是第一次觉醒时比较猛烈，接下来就是一点一点的慢慢延伸到身体的各部位，也可能稍微点起了火苗后又再度沉睡。相关太阳案例繁多。每个人又因着社会与宗教文化与自身的震动与看待这灵能的态度不同，而出现不尽相同的情况。但若此人没有相关的知识或社会文化背景，而突然发生，就是危险的。因为此个体会以为自己是生病了，或是卡到阴了，身边的家人朋友因为没有相关的知识也会这么认为，这就强化了此个体内心的自我印证，会越来越恐惧，他就会朝精神疾病迈进，最后被关在病房中吃药与治疗。若是此个体本身与身边的人知道此状况可能是拙火相关事件，他就会得到比较好的支持并发展。
这也是琥珀神秘学院想传播的知识，这对整体人类灵性进化发展也是重要的事。至于为什么昆达里尼会发生在那些跟修行毫无关系的人身上呢？其原因也是繁多，并且错综复杂，难以追溯。有的是因为此个体前世的种种修炼或愿力，有的是在机缘下刚好进入了某种没有思想的状态，又被某种外在震动引起了共鸣，和宇宙能量产生了那些微的涟漪，最后引起强烈的共振。有些是因为服用某种药物所引起。拙火的出现通常伴随着强大的性欲感，有人可能觉得那也没什么。不，若能量太降时，你会头晕、头痛、耳鸣、全身无力，即使你知道这是拙火觉醒，你很可能也会哀求你不要这股能量了。有性欲对一般人类可能感觉是好的，但请想象这是比你平常感受的10倍甚至100倍性欲感觉时，那就不好玩了吧。但是大家也不要被阿吴吓到了，如果你听了阿吴的课，有拙火的知识和相关修行，也不一定都是不舒服感受，甚至整个过程可以是好玩又神秘的体验。如果你可以放开自己，不再紧缩，全心全意地臣服它，这就会是一个好旅程。下节课阿吴要来说说可能唤起灵蛇的方法有哪些，虽然就像前面说的，这取决于你本身定静的程度与振动频率，但你还是可以用一些方法去试试看，说不定你的状态已经到了，只是欠一条引线哦。下课，下次见，拜拜。